2017年1月20日，70岁的老人刚东先生被推进手术室进行前列腺癌手术。麻醉医生弗雷德里克·佩谢对他进行了全身麻醉，让他进入了沉睡状态。手术一开始进行顺利，但突然间警报声响起，刚东发生了 EIG 事件。EIG 就是手术里突然出现的致命异常情况。此时，刚东的心脏忽然停止了跳动。更可怕的是，医生并不清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在手术前的评估中，刚东身体状况稳定，没有任何心脏病史，也不属于高危风险人群，这让抢救工作陷入了混乱。医护人员几乎用尽了所有标准急救手段，时间一秒一秒流失，抢救刚东的可能性变得微乎其微。就在这时，负责麻醉的佩谢医生当机立断，给刚东注射了脂肪乳。很快，心电监护仪上那条直线奇迹般的再次弹跳了起来。刚东从沉睡中苏醒过来，惊讶得知自己刚刚经历了长达4分钟的心脏骤停。他将目光投向了救命英雄佩谢医生，但是佩谢医生没有时间回应刚东的感激。他向正在诊所内的警方明确表示，这起手术事故很可能不是意外，而是人为投毒。事件自此掉入了黑暗深渊，这是一场长达8年的调查和审判。那么，为什么警方会正好出现在这台手术现场？这8年间又发生了什么？而谁是那个隐藏在诊所中的投毒者呢？让我们一起目击这起白衣毒手案。大家好，我不是 AI， 我是黑暗目击者云奇。我用悬疑电影的方式讲述真实罪案，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探索残酷人性。现在我们一起踏上这段白衣毒手真相之旅。先来到案件的发生地法国贝桑松。贝桑松位于法国东部，靠近瑞士边境，是一座典型的大学城。城市规模不大，生活节奏相对平静，医疗系统高度集中。2017年1月，圣文森特诊所里的这台手术中发生了心脏骤停，麻醉医生佩谢向在场的警方报告为疑似投毒事件。警方随即将所有医疗设备封存作为证物。那么，警察为什么正好就在这里呢？我们要把时间再往前回拨9天。2017年1月11日，诊所里进行了一台脊柱手术。患者名叫桑德拉·西马尔，他36岁，身体状况良好，没有任何严重的基础疾病。但就在手术马上完成时，桑德拉突然出现了心脏骤停。幸运的是，他被救了回来，并被紧急转送到贝桑松大学医院。负责这台手术的麻醉医生对这起 EIG 事件产生了严重怀疑。为什么自己的病人差一点就死在了手术台上呢？要理解这个案件，得先明白谁在手术中真正掌握生死。麻醉医生远不只是让患者睡着，在手术过程中，他们负责维持呼吸、心跳、血压、供氧，随时应对突发的生命危机。手术医生处理病灶，而麻醉医生掌控的是患者是否能活着离开手术室。正是这个原因，桑德拉的麻醉医生将这台手术中使用过的所有医疗器械全部封存，并进行了分析。而检查结果让他震惊，手术过程中使用的一个补液袋中含有氯化钾，其剂量是正常浓度的100倍，这是一个致命剂量。但他从未给桑德拉使用过任何含钾制剂，因此这只有2种可能：要么这些补液袋在生产过程中存在严重问题，要么有人在手术前将钾注入了补液袋中，也就是投毒。基于这个发现，诊所于2017年1月19日向检察机关报案，警方于1天后来到诊所进行了初步调查，正好遇上了佩谢医生负责的那台手术。10天之内，一个诊所接连发生了2起 EIG， 患者都出现了心脏骤停，有这种巧合的可能性吗？佩谢医生在手术后立即报告警方，
表示手术不良反应是人为投毒。更出人意料的是，他还给警方一个明确的嫌疑人，同一家诊所的麻醉医生希尔万·塞里。警方把2起案件并在一起看，很快发现，如果有人想在手术里动手脚，最有条件的确实是麻醉部门。塞里医生具备专业能力，也有接触麻醉药物和输液系统的条件。但令人惊讶的是，警方展开正式调查后，竟将案件的主要嫌疑人锁定为佩谢医生。那么，佩谢医生为什么会成为嫌疑人呢？让我们来认识一下弗雷德里克·佩谢医生。他出生于1972年1月22日，案发时45岁。他成长在一个医学家庭，父亲是麻醉医生，母亲是一名护士。受到家庭的影响，他也走上了学医之路，在贝桑松大学医院学习。1997年，他在大学认识了未来的心脏科医生娜塔莉，两人在1999年结婚，婚后育有2个女儿和1个儿子。一家人居住在郊区的高端独栋住宅。孩子们的保姆形容他是一个特别细心也非常严谨的人。从2005年到2017年案发前，佩谢医生几乎一直在圣文森特诊所工作，只有2009年他去了弗朗什孔泰综合诊所，短暂工作了6个月的时间。病患们对他的评价大多数都是正面的，温和亲切的形象让病患将他视作手术中的安全保证。同事们对他的专业能力评价是技术娴熟，反应迅速，在紧急情况下极具掌控力。但同时，许多医生和护士都认为他过于自信，完全以自我为中心。医生帕斯卡尔表示，佩谢医生能力出众，但总爱贬低其他人。他过度自信，极度需要被认可。一位曾经的麻醉科女同事也说，佩谢医生确信自己是最厉害的，常常忽略甚至打压其他麻醉医生的意见。有没有可能因为佩谢医生的能力强，又和同事之间的相处不佳，造成有人对他的手术进行投毒陷害呢？比如说佩谢医生提到的希尔万·塞里。警方没有追查希尔万·塞里医生，是因为桑德拉的手术案件。那台手术中使用的补液袋检测出了致命剂量的氯化钾，高浓度的氯化钾会让血钾飙升，心脏的电活动会被打乱，严重时就会直接停跳。手术中，桑德拉心脏骤停后，警报响起。佩谢并不是当班的麻醉医生，但他第一时间参与了抢救。他迅速判断患者的异常反应可能与氯化钾中毒有关。在没有准确毒理结果的情况下，他直接建议使用氯化钙作为解毒药物。药物使用后，桑德拉的心率得到恢复。从医学结果看，这是一次成功的判断，但从程序角度看，这一步骤引起了警方的怀疑。常规的抢救流程应该由当班麻醉医生在确认原因后给药。佩谢医生为什么会如此确定桑德拉是氯化钾中毒呢？而那台冈东先生的前列腺癌手术也有着同样的疑点。事后报告显示，心脏停跳的诱因是局部麻醉药甲派卡因，在冈东体内的浓度是正常剂量的9倍。佩谢医生通过判断，给冈东注射了甲派卡因的针对中和药物脂肪乳。他为什么会如此确定冈东先生是甲派卡因中毒呢？警方的调查走向了佩谢医生是投毒者的可能。他们在2017年3月6日将佩谢医生传唤至警局，并正式拘留。佩谢医生否认了警方的指控，他表示这2起案件中他都是无私的拯救者。至于他为什么能判断患者 EIG 的发生原因，他的解释是自己有着多年的临床经验。佩谢医生医术高超，如果加上运气，对2个案件都判断准确，这个可能性是有的。但如果案件远远不止2个呢？现在让我们展开整个案件的时间线。2017年1月，进入警方视野的
只是两起案件：桑德拉·希马尔的脊柱手术异常和冈东先生的前列腺手术异常。之后，调查人员进行了系统性的回溯，查找从2008年开始出现的 EIG 事件。2019年5月，可疑案件从2起增加到24起，其中9名病患死亡。2022年，案件再次升级，可疑案件最终增至30起，其中12名患者死亡。有数据显示，每100万例全身麻醉手术大约有7例死亡。圣文森特诊所10年内完成的手术约为20万台。对比之下，就能理解案件中的数字有多么惊人。让我们看一些具体的案例。2008年10月2日，一名53岁的男子在手术中注射麻醉后不久发生了心脏骤停。2009年10月，一名41岁的女性接受静脉曲张手术，这本来是一台风险极低的手术，谁也没想到竟然也发生了心脏骤停。在抢救之后，患者整整昏迷了3天，最终捡回了一条命。2012年7月31日，一名80岁的女性接受髋关节假体更换手术，手术结束后，她的髋部发生持续性异常出血，而年纪最小的受害者是一个年仅4岁的小男孩泰迪。2016年2月，他在扁桃体手术中发生心脏骤停，昏迷好几天后，他最终活了下来。检测显示，他血液中的钾含量异常偏高。30起可疑案件中，患者有不同的年纪、不同的性别、不同的病症，他们之间毫无关联。佩谢医生始终否认所有指控，他声称案件的调查是对他的针对性迫害，毁灭了他的生活。2017年4月开始，他被禁止行医。2019年起，他被禁止在贝桑松地区居住，只能搬去外省和父母同住。同一年，他的妻子和他离婚。2021年9月30日，他在父母家酒后坠楼，被紧急送医。根据记录，这被怀疑是自杀。佩谢说自己没有犯罪，但却失去了一切。他只想证明清白，然后就会自行结束生命。听起来佩谢医生似乎有以死明志的强烈意愿。他真的会是那个投毒人吗？在案件的审理中，有一个事实被反复提及，那就是诊所在案发前并没有严格按照规定上报和封存 EIG 事件，这直接导致很多可疑案件缺少关键证据，让真相的还原变得异常困难。但是，当很多的线索拼贴起来，仍然展现出一幅可怕的罪恶拼图。以下是我梳理出来的整个案件中众多不可思议的巧合。首先，2017年的前列腺手术发生意外后，佩谢声称是麻醉医生希尔万·塞里进行了投毒陷害。希尔万·塞里是谁？他和伴侣凯瑟琳·南博原本是佩谢夫妇的好友。在2016年的一次晚餐中，塞里医生开玩笑地说，佩谢工作太拼命了，完全没有生活。他看起来在医院比在家里更开心。这句话在佩谢夫妇看来是暗示他们的家庭生活有问题，两人当时就表现出不高兴，双方不欢而散，关系彻底破裂。之后不久，凯瑟琳要在圣文森特进行肾脏手术，她临时拒绝了佩谢做她的手术麻醉师，因此导致当天手术的顺序发生了变化。而顶替凯瑟琳的排序进入手术室的患者罗兰斯·尼可，巧合地发生了 EIG， 抢救无效死亡。其次，圣文森特诊所内的异常 EIG 从2008年开始出现，直到2017年佩谢医生被停职后，巧合地停止了。佩谢医生曾在2009年离开圣文森特诊所6个月时间，非常巧合的，这个时间内诊所没有发生任何异常 EIG。更巧合的是，这6个月中，佩谢工作的弗朗什孔泰综合诊所发生了3起异常 EIG。前面我们说到了30起案件的受害者之间毫无关联，没有逻辑，但抢救过程有一个共同点，负责手术的麻醉医生都不是佩谢，
他却常常第一时间出现在抢救现场，并神奇地将病人救了回来。这已经不是巧合，而是一种犯罪模式。对手术的麻醉过程进行预先投毒，用于打击竞争对手，发泄私怨，同时塑造救世主的形象。所有 EIG 的受益人只有一个，那就是佩谢。70岁的冈东先生进行了前列腺手术，那是唯一一个由佩谢负责麻醉的异常 EIG。根据庭审中助手的证词还原，让我们再次回到那个手术现场。手术前一晚，佩谢医生反常地要求一名原本将参加手术的麻醉护士第二天晚一点到岗，而且还临时要求更换手术室。手术过程中，佩谢要求一名正在实习的麻醉护士学生为病人注射镇痛药。这名学生感到非常惊讶，因为这在手术进行的早期并不常见。但他还是按照要求取来了一袋可注射扑热息痛。他发现这袋药液异常潮湿，于是立刻告诉了佩谢。佩谢的反应相当平淡，只是说他累了，建议他去喝一杯咖啡休息一下。护士学生随即离开，只剩下佩谢一个人留在手术室内。20分钟后，当他返回手术室时，发现冈东先生心脏停跳，手术室已经处于一片混乱中。这名实习护士后来走上了证人席，讲述这段经历，但距离案发已经过去了整整8年。这一系列的案件调查了7年时间，因为案件资料极其复杂，调查人员必须设法追查10年间诊所内发生的每一起 EIG。司法机关甚至下令对多名死者进行开棺验尸，重新评估死亡原因。这是极为罕见的举动，也花费了大量的时间。2025年9月8日，案件终于进入审理阶段，超过150名当事人参与，数十名律师同时出庭。庭上听取了大量医生、护士、专家证人、调查人员的证词，庭审规模极其罕见。在持续4个月的审理过程中，佩谢接受了多次讯问，他反复强调自己从未毒害过任何人。他的说法是，这是迫害，整个系统想把我拉下来。但在越来越多的证据链形成的压力下，他终于承认2008年的一起异常 EIG 案件可能存在投毒行为。但是他依旧不承认自己是那个投毒的人。他说，我不是凶手，也不需要证明有另一个凶手，找出真凶不是我的责任。他唯一认同可能存在投毒行为的案件只有2008年的这一起。那我们需要再次聚焦那台2017年的前列腺手术。佩谢当时指出，那台手术也被投毒，还将嫌疑人明确指向了塞里医生。这不就是另一台被投毒的手术吗？原来，佩谢很早就撤回了这台前列腺手术被投毒的口供。检方认为，他是为了排除自己的嫌疑，故意在自己负责的手术中投毒，并指控他人。而之后撤回口供，是因为那套说辞无法支撑越来越多被翻出来的旧案。2025年12月19日，案件进行了宣判。法庭认为，虽然缺乏直接目击投毒行为的证据，但时间线、模式、医学证据、证人证词已经构成一条完整而一致的证据链。弗雷德里克·佩谢对全部30起投毒案件负有刑事责任，其中12起导致患者死亡，判处其终身监禁，最低服刑年限为22年，终身禁止从事医疗职业。这是法国司法体系中对医疗从业者做出的最严厉的判决之一。但在判决的第2天，佩谢立刻提出了上诉。按照法国司法程序，上诉法院预计将在1年后进行2审。这对于受害者和家属来说，正义和疗愈都还远远没有到来。佩谢说他失去了一切。那么12个在手术台上无辜失去生命的人呢？在这里还有一个名字不得不提到，他是佩谢的前同事，麻醉医生伊丽莎白·比伊克。他在即将转为正式任用时，遭到了佩谢的强烈反对和排挤打压。
很快，他负责的手术中接连3次出现了异常 EIG， 这导致他产生了严重的自我怀疑，进而辞职。后来被发现死于家中，死因很可能是自杀。活下来的人也在面对案件带来的长久后遗症。圣文森特诊所的护士马婷·大卫说，作为医护人员，面对行业内部存在这种恶意，他的职业信仰几乎被摧毁。所有可疑 EIG 案件中，那个最小的受害者4岁男孩泰迪，现在已经14岁了。他的父亲告诉媒体，对比同龄人，泰迪有明显的认知缺陷和记忆力的问题，他的人生受到了不可逆转的伤害。感谢你看到这里。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无法回避医疗系统的漏洞，但有一件事是我们可以留意的：配谢总是在发生混乱之后立刻出现，并成功解决问题，成为英雄。心理学中，这被称为救世主人格，也叫英雄综合症。典型表现是异常冷静、过于自信、高度享受被需要的感觉。他们乐于看到周围的人处于脆弱、无助当中。这种人一开始可能不是加害者，他们甚至表现得比一般人更友善，乐于帮助。但是，当他们发现需要制造麻烦才能让他们成为拯救者时，他们会不惜毁灭你的世界。请记得，这个世界没有救世主，远离那些渴望被崇拜、善于制造危机以帮助他人的人，生活才会更安全。因为救世主的另一面很有可能是连环杀手。你认为佩谢是冷漠杀手还是遭人陷害？你的身边有没有救世主型的人呢？请点赞、评论、转发，帮助这条影片不被演算法掩埋。我是黑暗目击者云奇，我们下次再见。